各位你好，欢迎收看文史大观园，我是雪莉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这两句诗啊，千古流芳。您知道作者是谁吗？他是出自于唐代黄檗禅师的《上堂开示颂》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位禅宗高僧和他留下的黄檗禅师诗。这个诗集的前一部分内容啊，已经失传了，只留下了后面的14首，准确预言了明朝灭亡、清朝各代、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、中共夺权和中华民国退守台湾等重大历史事件。那么按照黄檗禅师的剧本，当下正在上演的人间大戏将在何时唱到尾声呢？宋高僧传记载，黄檗禅师本名西运，福建福州人。这个和尚啊，身长7尺，相貌古怪，额间隆起了一个硕大的肉球，但他聪明利达，学通内外，言谈举止倜傥不羁，让人难以捉摸。西运少年的时候就在家乡黄檗山出家了，长大之后又到江西宜丰的黄檗山住下。这座山呢，原来叫旧峰山。因为西运酷爱儿时的旧山，所以后来凡是自己开宗说法的地方都以黄檗命名，旧峰山就只好改名为黄檗山了。后来呢，世人也尊称他为黄檗禅师。西运曾经云游各地禅林，拜访名师。有一天他在天台山游玩，路上遇到了一个僧人，只见他双目时常闪烁，相貌甚是奇异。不过两个人倒是一见如故，于是就结伴同行。没走多远，前面一条巨大的溪流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溪水暴涨，水流湍急。西运把手杖插到地上，把斗笠摘了下来，原地站在那里。可是那个僧人却拉着他说道：“渡河吧。”西运回道：“兄台要渡河，请自渡吧。”话音未落，只见那僧人撩起衣裳，从河面上踏波而过，如履平地，衣服一点都没湿，而且还远远地招手：“渡来，渡来！”片刻间就到了对岸。西运斥责他：“你这个自私汉，早知道你有这等能耐，我应该先砍了你的脚筋。”僧人却赞叹道：“你真是个大乘法器啊，是我辈所不能比的。”说完就不见了踪影，留下西运在那里怅然若失。西运认为啊，溪水暴涨就等一等，一会儿就能过去的。如果不能架桥或者是摆渡，让人人都可渡河，而只是一个人运用神通在水波上行走，那是自私汉，只顾自己不管他人。而这位僧人或许是神仙化身的一次考验。西运能想到济世救人，自属上乘。后来西运行脚到了京城，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口，想要讨口饭吃。开始的时候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只见屋里面一个老太太说：“过于贪心了吧？”他回话：“施主尚不曾施舍，何来贪求？”于是老太太就请西运进来，供给他茶饭，并对他说：“你去百丈山找淮海禅师吧，他才是真真正正的大乘法器。”关于淮海禅师，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1000多年前的一天，一个小男孩跟着母亲到庙里去烧香拜佛，娘俩迈过门槛，望着高高端坐着的佛和菩萨，慈祥中透着一丝威严。看着虔诚的母亲一一参拜，小男孩在后面也有模有样的跪了下来，问：“他们是谁呀？”母亲答道：“他们是佛和菩萨。”小男孩十分兴奋，也十分好奇：“佛怎么长得跟人一个样啊？我长大了也要当佛。”60年之后，这个从小就立志成佛的小男孩果然成了中国禅宗史上的一个大人物。
他创立了百丈禅寺，在那里制定了禅宗的基本戒律、禅门规式。下面我们再接着说西运。他得到老太太的点化之后，立刻动身前往江西奉新的百丈山。怀海禅师问：巍巍堂堂从何方来？西运答：从岭南来。怀海禅师又问：巍巍堂堂当为何事？西运再答：巍巍堂堂不为别事。后来西运在百丈山得到了怀海禅师的真传，顿悟了本心。怀海禅师也希望他日后能不负所托。西运传承的禅宗法脉起源于六祖慧能，等到他在江西宜丰的黄檗山弘扬禅法的时候，一时间名声大噪，四方信众云集而来，门下曾经有弟子上千人。西运的方法是用当头棒喝来打破僧人的痴迷。想象一下千百个和尚被大师挥杖驱赶也赶不走的场景，在禅学史上被称为机锋峻烈，棒喝兼施。禅宗五大宗之一临济宗，其最重要的开创者义玄禅师曾经3度上黄檗求法，也受过3问3受棒的待遇。西运的3顿打出了一个佛教天才。唐宣宗李忱年少的时候，有一次爬到了哥哥唐穆宗的龙床上，做出接见大臣的神态，过了一把皇帝瘾。穆宗看到之后哈哈大笑，对自己的贤弟赞不绝口。唐武宗即位之后，每当想起这事，心里就很不爽，一心想害死皇叔李忱。眼看着自己的小命难保，李忱就开始装疯卖傻，不问朝政。后来呢，为了躲避锋芒，还有一段出家为僧的经历，云游四方。西运在黄檗山开法授徒这件事，李忱也知道了，于是就决定到此一游，与黄檗禅师朝夕相处，谈禅论道。李忱向黄檗禅师行弟子之礼，而为了让李忱开窍，黄檗禅师还打过他3巴掌。有一天，李忱陪同黄檗禅师漫步山中，遥观远处一飞流直下的瀑布，飞珠溅玉，十分壮观。西运观景，有感而发：千山万壑不辞劳，远看方知出处高。李忱脱口连句：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。这对的真是天衣无缝啊！两人吟罢，抚掌大笑。他们的瀑布联句就这样成了千古绝唱。黄檗禅师说的是佛法道理，而李忱谈的却是自己未来的龙庭之志。后来李忱果然继承皇位，是为唐宣宗。不知道是不是黄檗这片名山秀水是他东山再起的。李忱靠着装疯卖傻当上了皇帝。实际上人家治国很有一套的。唐朝国势一度中兴，百姓将他比作小太宗。宣宗还一反其侄子武宗灭佛的做法，重兴佛教。黄檗禅师也因为宣宗皇帝曾在其门下禅修过，而更加声名远播。黄檗禅师的另一个大弟子是唐朝国相裴休，他是大战白蛇的法海和尚的老父亲。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五台山的僧人送给他3颗舍利，并附赠了一张梵文书简。多年之后，偶遇一个认识外国字的人，帮助裴休把书简翻译了出来。大事色熟，小事居真，欲求佛道，岂离红尘。看来僧人是想告诉裴休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野的道理裴休虽然身居庙堂之上，却一心虔诚向佛，但是始终不得要领。会昌法难发生的时候，黄檗禅师一度云游到江西洪州的一些寺庙挂单修行。这个时候裴休恰好也在此地做官，他发现了当时正混迹在一般僧众当中的黄檗禅师。虽然西运每天在寺院中只是做一些洒扫做饭等杂事，但是裴休对他却恭敬有加。
他想做西运的徒弟，而且要做传衣钵的徒弟。他在《赠黄檗山僧》中写道：愿欲世师为弟子，不知将法复何人。裴修求法不止，黄檗禅师就从多方面引导他，裴修也就渐渐地开窍了。黄檗禅师曾经对他说，现在修行的人越来越看重外在的表现，不去看自己的内心，这都是背道而驰的做法。如果能放下身段，心甘情愿地做一粒沙子，对外在的一切没有分别，一视同仁，心智自然圆明普照，这就是本来的清净之心呐。裴修曾经2度亲迎黄檗禅师，到他管理的城镇上居住。因为仰慕师德，唐大中2年，在安徽苑林建大禅院，迎请黄檗禅师来住持说法。裴修还亲自记录整理黄檗禅师的传法笔记、传心法要、语录和苑林集，开始大行于世。唐朝禅风因此而大盛。在唐武宗会昌灭佛的时候，裴修以朝廷重臣的身份极力出面保护佛教，让佛教得以在很短的数年之内就迅速恢复了旧貌。后来裴修官至宰相，唐朝的百姓都称他为河东大士和宰相沙门。因为历史记载不太一致，大约在唐大中年号的中期，西运在黄檗山寺院圆寂了。时已登基的李忱听说之后甚为感慨，于是下敕谥号为断寂禅师。唐武宗会昌2年，黄檗禅师口述了寓言国运的禅师诗，由裴修亲自记录，特点是以政权和地位为线索。我们试着解读清朝后的现代史部分，供大家参考。第10首，用武时当白虎年，四方各自起烽烟。九州又见3分定，7载仍留一线言。蒋介石北伐统一中国，开始于丙寅虎年1926年。在国家纷乱、军阀混战的乱局下，北伐的过程充满着烟火味。上古时，夏禹把天下分为9州。自北伐展开之后，中共加紧夺取领导权。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政权，中国似乎又处于3分的状态。虽然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取得了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，但是一股隐患仍然得以延留，那就是中共的红军。第11首，红鸡体后鬼生愁，保卫纷争半必休。幸有金鳌能代主，旗分8面下秦州。中共红色政权完全控制了形状如鸡的版图，将红祸浇灌在大陆百姓的身上。在国共内战中，国民政府开始失去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，到最后全面失守了。不过幸好台湾和金门列岛犹如神话中海上的金色巨龟金鳌，承载着中华民国屹立不倒。第12首，中兴事业复临儿，史后牛前要得宜。计统偏安36，坐看境外血如泥。蒋介石没能完成反共大业，将复兴中华的重任交给了儿子蒋经国。史后牛前就是鼠。就在1972年这个鼠年，蒋经国大有作为，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，期间展开了一系列的重大建设，带动台湾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起飞。之后蒋经国还干了一件大事，废除军政管制，结束党禁暴禁，使得中华民国结束动员备战的状态，回归民主宪政，长治久安。蒋家2代在台湾出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年数合计36年，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传统，偏安在海角台湾。而大陆却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，血流成河。10年文革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善良本性。国民政府眼睁睁地看着大陆民众血如泥的局面，却无能为力。第13首，
赤鼠石同运不同，中原好景不为功。西方再见南君至，刚到金蛇运亦终。中共红朝的首尾命运并不相同。中原好景不是真正的经济成功，人们纷纷从中国梦的盛世假象中醒过来。面对台海的紧张局势，西方已在南海联手部署防御阵线。到了金蛇年，中共的气数已尽，苟延残喘了。那么金蛇是哪一年呢？就说眼下最接近的蛇年是乙巳年，也就是2025年。不过黄布禅师指的是哪个蛇年呢？就不得而知了。第14首，日月推迁似转轮，皆欲出世更无因。老僧从此休绕舌，后世还需问后人。人类社会的演进就像转轮一般长转不止，而天数茫茫，又岂是一般人能知道的？未来的事他不方便说了，要我们去问未来的人。关于未来的方向啊，古代预言中的那些高人都给点了一点，是让人们在茫茫天地人海中去寻找吧。观众朋友，您是怎么看的呢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文史大观园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